日本731部队是日本帝国陆军的一个秘密研究部队。日本帝国陆军成立731部队的原因是为了进行秘密的军事研究和开发。日本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，希望通过进行人体实验来提高军事科技水平，并寻求战争中的优势。而当时研究内容对外宣传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主，但其实该部队使用活体中国人、苏联人和朝鲜人进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效果实验，而这些实验活体则被他们称为马路大。至少1万名中国人、苏联人、朝鲜人和同盟国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，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也都遭受了极大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创伤。对于那些受害者来说，731部队就宛如地狱一般。如果你看完这些残酷和不人道的实验，或许对日本731部队的行为无法接受。这不仅仅是日本731的罪恶，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罪恶。冻伤实验，强迫受害者的双手裸露在零下35度的户外，并往上淋冰水，人会因为极度寒冷而昏迷。10小时后，手已完全坏死，呈黑紫色。此时将人送入冷冻实验室，受害者苏醒，又将其双手浸入15度的温水中进行解冻，然后将手上坏死的组织撕下，双手便只剩白骨。低温实验，将受害者的双手放入零下196度的速冻柜中进行速冻，随后双手便坚硬如石，呈灰白色，表面凝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。此时用玻璃棒猛击受害者的双手，已经被冻硬的手指就会被一根根的打掉，最后手掌也会被击碎。灭压实验，将人关进灭压舱后进行减压，此时人会有全身即将爆裂的疼痛感，当指数显示为4后，人会逐渐死亡，身体会变得浮肿。当压力再减时，人的眼球会从眼眶里突出，大小肠、排泄物和未消化的食物会从肛门喷出。灭压舱上有专供部队人士观察的玻璃窗。毒气实验，将成人、儿童和鸟类同时关进全透明毒气室，随即释放不同浓度、不同种类的毒气，以此观察成人、儿童和鸟类对于毒气的不同反应。受害者会在慢性毒气中逐渐被毒死，亦或是窒息，会有口吐白沫、眼睛流泪，甚至内出血、耳鼻口眼出血的情况。活体解剖，受试验者从中国的住民中抓来。此项作业的要点是必须保证解剖对象是绝对清醒的状态，也就是说绝对不能麻醉，因为日本军医认为麻醉后的研究数据是不真实的。其解剖场景惨绝人寰，解剖时那凄厉的惨叫声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。此项工作也是731部队所有医师所必备的基础技能。火焰喷射器实验，1943年夏的一天，在安达实验场排列着10几辆旧坦克和装甲车，731队员押解着10几名穿着日军文职人员军服的马路大，强迫他们进入到坦克或装甲车里，然后关上车盖，全部密封在里面。每辆坦克塞进2个人，装甲军重进1个人，马路大们被四周荷枪实弹的日军包围着，根本没有逃跑的可能。这时一群关东军司令部派来的士兵背着草绿色的大桶，桶里装着压缩空气和汽油、柴油配成的液体燃料燃烧剂。桶的右上角有一个胶皮管，胶皮管头上装着金属喷嘴，那是火焰喷射器。这些士兵分别站在离坦克或装甲车10米、20米、30米远不等的地方，以半跨半坐的姿势，把火焰喷射器的喷嘴对准了坦克和装甲车。命令下达后，白热的火焰从喷嘴喷出，坦克和装甲车立即被1000度高温的火焰包围，并响起了轻微的爆炸声。10几秒后停止喷射，坦克和装甲车被烧得变了形，车内的马路大都被烤焦，甚至碳化了。鼠疫实验，731部队长期进行大规模、大范围的鼠疫实验，生产了数量庞大的鼠疫菌和鼠疫武器，使731部队所在地哈尔滨平房地区成为细菌武器的火药桶。1945年8月，731部队在逃跑前夕，由于炸毁本部实验设施，使得染疫老鼠实验动物逃窜出来，这个火药桶被引爆，使哈尔滨平房地区鼠疫大面积爆发流行，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。哈尔滨平房地区由此成为鼠疫原地，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由于人为因素制造的鼠疫原地，危害难以估量，后果极其严重。在上世纪50年代，哈尔滨政府
和当地人民群众为控制和消除疫情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无麻醉拔牙，目的是测试伤员在未麻醉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忍受拔牙手术。实验结果是无人能够忍受，但如果已经严重松动的牙齿则另当别论。人与马血互换，将身体强壮的人血液抽去大部分，此时人全身痉挛，几名军医都无法完全按住，立即输入马匹血液，并观察人的表现，结果身体排异性明显，人全部死亡。病菌对胎儿的影响，让女人怀孕后感染病菌，待胎儿成型后进行活体解剖，观察胎儿的状态。人畜杂交，强迫女人与马匹或狼青交配，研究所谓劣等民族的优化办法。人体四肢互换，将两个人分别截肢后，通过手术互换四肢，如果试验成功，则对于恢复伤残日军士兵的战斗力有极大意义，但试验失败，因为接上的四肢并没有恢复生命的迹象。其他人体试验，人类所能想到的各种惨无人道的试验，尤其是那些可用于大量杀伤敌人、医治自己人的项目，731部队的官兵们竭尽所能都做过了，因为他们清楚这些试验在和平时期是不可想象的，但为了天皇的所谓圣战，他们并没有任何的罪恶感。唯一让他们感到不忍的是那些动物们。战后，他们为那些动物树立了一块纪念碑。那些惨死的数万名罹难者，甚至连骨灰都没有留下，他们的待遇连动物都不如。类似这样的实验，731部队还做了很多。所以很多人，不论是中国还是朝鲜、韩国，还有其他国家的人，都曾受到731部队惨无人道的折磨，最终惨死在731部队的实验室里面。日本731部队的历史对日本帝国政府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。该部队进行了残酷和不人道的人体实验，许多实验对象死亡，这导致该部队在战争结束后遭到谴责，日本政府也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批评和谴责。此外，日本731部队的存在和行为也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声誉，并导致了日本在战后时期长期的国际孤立。感谢观看，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，请点赞订阅我，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。